Hello， 各位好，我是 Vision Lab 手诊所的阿修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，记得先点击下方订阅按钮，再打开旁边小铃铛，这样每次有新影片，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。也帮我按个赞，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。谢谢大家，我们现在正式开始。好的，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所有人都有兴趣，但可能又不太愿意承认的话题——谎言。在我们深入拆解之前，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可以花个3秒钟，凭直觉想一下，你觉得自己一天当中大概会被骗几次？1次、2次，还是你觉得自己洞察力过人，基本上很难被骗？ OK， 准备好接受震撼教育了吗？根据大量的学术研究，我们每个人在一天当中平均会被欺骗的次数是10次到200次。我知道这听起来真的超夸张，对吧？第一次看到这个数字，我也吓了一跳。当然了，这里面绝大多数都是所谓的白色谎言，像是称赞同事的新发型，其实你根本没注意，或是跟朋友说快到了，但你其实刚出门。但这个频率也揭示了一个事实，谎言已经像空气一样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。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拆解识破谎言背后的科学。但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教大家玩那种抓到了的游戏，而是要学习如何成为一个更聪明、更有同理心的真相追求者。我们今天的分析会分成5个部分。首先，我们会建立一个核心观念，这个观念可能会颠覆你过去对说谎的认知，那就是说谎其实是一场全民合作运动。接着，我们会进入实战教学，分别从破解语言密码和身体不会说谎这2个层面，教你如何找出破绽。第4部分，我们会直接对比，让你看见诚实与谎言的真实样貌到底长怎样，那个反差非常巨大。最后，我们会把格局拉高，谈谈如何从抓谎到求真。好，我们马上开始第1部分。首先，我们要建立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观念。很多人以为说谎是单方面的行为，一个骗子对一个受害者。但事实上，谎言的本质更像是一项双人合作运动。这句话说得非常好，一个谎言光是说出口是没有任何力量的，它的力量来自于有人同意去相信这个谎言。这句话是知名作家，也是一位受过 CIA 严格训练的测谎专家潘米拉·梅尔说的。这句话点出了一个核心：谎言的成立需要共犯。简单来说，任何一个谎言要成功，都需要2个人，一个说谎的人和一个同意被骗的人。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刺耳，好像在说你被骗是你活该，但大家先冷静一下。很多时候，我们是自愿参与这场骗局的。比如在会议上，老板提出一个你觉得超烂的点子，但你为了保住饭碗，还是会说老板英明。这是为了维持职场和谐，我们选择合作。但有些时候，我们是在不知情的状况下，成了不愿意的参与者。而这种欺骗的代价可能非常巨大。光是在美国，企业诈欺、金融骗局造成的损失，一年就高达$9970亿。你没听错，将近1兆美金。所以，了解谎言的合作本质，是我们建立防御的第一步。那我们到底最常对谁说谎呢？研究显示，我们对陌生人说谎的频率远高于对同事，这不意外，毕竟没有信任基础。但接下来这个就很有趣了，已婚夫妻之间平均每10次互动就有1次是谎言。哇，这个数字真的有点吓人，对吧？如果你还没结婚，这个数字会飙升到每3次互动就有1次。你看，谎言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，更无所不在。它早就被深深地编织在我们的日常社交、亲密关系和商业生活里了。你可能会想说谎这么普遍，我们到底是从哪学来的？答案是根本不用学，这是生物内建的。研究发现，说谎跟物种的智商有很高的关联性。婴儿会假哭，停下来看看有没有人上钩，然后再继续哭。1岁的宝宝学会隐藏，2岁学会虚张声势，5岁就开始直接说谎，用奉承来操纵大人，根本是天生的权力玩家。到了9岁，已经是掩饰谎言的大师了。等到你上大学，你猜猜看，平均每跟妈妈互动5次，就有1次是在说谎。所以说，说谎是我们演化出来的一种生存技能，它深深地刻在我们的基因。好，建立完基本观念后，重点来了，我们现在要进入第1个实战工具箱，如何从语言中破解谎言。
你知道吗？受过专业训练的测谎专家，准确率可以高达90%，但我们一般人呢，准确率只有54%。这是什么概念？基本上跟用铜板猜正面反面差不多。不过别担心，只要掌握一些模式，你也可以大幅提升你的判断力。我们来看一个全世界最经典的案例。这是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否认他与白宫实习生路文斯基的绯闻时，对着全世界说的话。他说 ：“I did not have sexual relations with that woman, Miss Lewinsky。”我没有和那个女人路文斯基小姐发生性关系。现在我们就来当一回分析师，拆解他这句话里藏了哪些猫腻。这里面有几个非常关键的指标。第一，非收缩性否认，他用的是 did not， 而不是口语中更常用的 didn't。这在语言学上是一个很大的警讯。研究显示，当一个人在否认某件事时，如果过度使用这种正式不缩写的语言，代表他内心非常坚决地要跟你划清界限，反而显得此地无银三百两。第二，疏远性语言，他称呼路文斯基为 that woman， 那个女人。说谎的人会下意识地在语言上拉开自己跟说谎对象之间的距离。第三，虽然克林顿被用，但如果有人在讲话时一直加上说实话、老实说、坦白讲这种修饰性语言，他其实是在潜意识地告诉你，他接下来讲的话可能不太老实。最后，如果一个人的陈述充满了太多无关紧要的细节，那也要特别小心。这些都是语言上的危险信号。好的，讲完了语言，接下来这点超级重要。心理学大师弗洛伊德说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：没有凡人能保守秘密。如果他的嘴唇沉默，他会用指尖喋喋不休。这就是我们要谈的第二个工具——身体语言。不过在开始之前，我们要先打破一些流传已久但其实完全错误的迷思。很多人都以为说谎的人会坐立不安，手脚动来动去。错，科学研究告诉我们，恰恰相反。说谎的人因为大脑正在高速运转编造故事，同时要抑制自己露馅，反而会刻意僵住自己的上半身，动作变得极少。另外一个常见的迷思是，说谎的人不敢看你的眼睛。错，这也是大错特错。因为说谎的人也知道这个迷思，所以他们会过度补偿，反而会刻意地盯着你看得特别久，久到让你觉得有点不自在。所以以后不要再用这两点来判断别人有没有说谎了。这是不准的。那要看什么呢？我们来看一个很难伪装的信号——微笑。你可以试试看，现在就对着镜子，刻意收缩你脸颊的肌肉，挤出一个假笑。很容易，对吧？但是一个发自内心的、真正的微笑，关键在眼睛。它会牵动眼轮匝肌，也就是眼周的肌肉，挤出我们常说的鱼尾纹。这个部分的肌肉是没办法靠意识去控制的，所以一个人的微笑是真心还是假意，看他的眼睛就知道了。我们再来看一个案例，这是美国前总统候选人约翰·爱德华兹，他在电视上公开否认自己有私生子。他说：“我知道这个孩子不可能是我的，我很乐意接受亲子鉴定。”我们来看看他的言行举止是不是出现了严重的矛盾。大家注意看，他说他乐意接受检验，嘴巴上说是，但他的头却在不自觉地微微摇头，这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言行不一的信号，身体背叛了嘴巴。另外，他在说话的时候，肩膀会有一个非常细微、几乎难以察觉的耸肩动作。耸肩这个动作在肢体语言中代表对自己说的话缺乏信心或不确定。最后，注意看他的嘴角，他脸上挂着一丝愉悦的微笑。这种在成功骗过别人时露出的快感，在专业术语里叫做欺骗的快感 （duping delight）。那是一种我骗过你了的微表情，非常难以抑制。这些身体语言的信号都在泄露他内心真正的想法。我们继续看下去，除了语言和身体，还有一个最容易被忽略，但我认为却是最有力的指标，就是态度。接下来，我们要直接对比一个诚实的人和一个说谎的人，在面对质疑时，他们的行为模式会有多么巨大的不同。这张表格非常关键，请大家仔细看。一个诚实的人，当他被质疑时，他的态度会是合作的、热心的，他会积极地想帮你找出真相，证明自己的清白。但说谎的人，态度会变得退缩，充满防卫心，甚至会攻击你。在情绪反应上，一个被冤枉的诚实的人，他的愤怒会是持续的，从头到尾都非常生气。
但说谎的人，他的愤怒只会是一阵一阵的，像演出来的感觉。最重要的来了，在叙事方式上，诚实的人因为那是真实的记忆，所以他可以不按时间顺序，倒着讲、跳着讲都没问题。但说谎的人，他的故事是排练好的，像剧本一样，他只能严格的按照时间顺序讲。这就是为什么审讯专家常常会要求嫌疑犯把故事倒过来讲一遍。这招对说谎的人超级有效，因为他们没有为这个排练过。最后，如果你问他们，犯了这个错的人应该受到什么惩罚，诚实的人通常会建议严惩，但说谎的人因为心虚，反而会建议从宽处理。为了让大家更有感觉，我们来看2个真实的案例，这个对比非常强烈。第一位母亲叫戴安·唐斯，她近距离枪击了自己的3个孩子，其中1个死亡，然后她开车送他们去医院，并谎称是一个陌生人干的。大家听听她怎么描述这个可怕的场景。晚上我闭上眼睛，就能看到克里斯蒂向我伸手出，血不断从她嘴里涌出来。大家注意看，她描述的事件极其恐怖，但他的神情却异常冷静，甚至脸上还带着一丝我们前面提到的欺骗的快感的微笑。这种情绪和言辞的巨大鸿沟，就是一个极度强烈的危险信号。现在我们来对比一下，这位是艾琳·鲁尼恩，她的女儿被一个变态绑架并杀害了。这是在法庭上她对着凶手说的话。我知道他用那双美丽的棕色眼睛看着你，但你还是想杀了他。我不明白，我永远也不会明白。大家可以感受到，这里没有任何虚假的情绪，只有一个母亲最真实、最原始的痛苦和煎熬。她的情绪、她的语言、她的表情是完全一致的，充满了力量。这就是真相的样貌，它不容置疑，而且能穿透人心。讲到这里，大家可能已经学会了很多抓谎的技巧。在我们今天分析的最后，我想把层次再拉高一点。学习这些技巧，我们的终极目标不应该只是成为一个人形测谎机，到处去指认谁在说谎，而是要成为一个更有智慧的真相的追求者。这一点，请大家一定要记在心里。我们前面提到的所有指标，不管是语言上的还是身体上的，它们都只是红灯，是危险信号，但它们本身并不是证据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都是人，一天到晚都会做出各种下意识的动作。可能我今天脖子很僵，所以我耸了一下肩，这不代表我在说谎。单一一个手势或表情本身不代表任何意义。真正重要的是，当你看到好几个危险信号同时出现，形成一个线索丛集时，这就是一个信号，告诉你该问更多问题了。这时候不要急着下判断，更不要像电视上演的那样咄咄逼人的大喊你骗我啊，那样只会让对方关上心门。你应该做的是，从一个全知的审判者模式切换到一个充满好奇心的探索者模式，用一种开放、尊重的态度提出更多问题，和对方建立信任与连结。我们的目标不是要去抓包，让对方难堪，而是要透过有技巧的沟通，打开一扇通往诚实对话的大门，最终有尊严地找到真相。最后，我想用这句话做结尾：品格是你在黑暗中的样子。在我们现在这个社群网络时代，可以说几乎没有黑暗了。我们的生活24小时都被点亮，变得非常透明。但我们要记住，过度的分享不等于诚实。我们在网络上疯狂发文、传讯息，很容易让我们忽略了真正重要的东西。正直、诚信，这些人性的细微之处，才是真正定义我们是谁的关键。当我们把辨识谎言的科学和观察、倾听的艺术结合在一起时，我们就不会再轻易地成为谎言的共犯。我们在向周围的人发出一个信号，一个安静但强大的信号，告诉他们：嘿，在我的世界里，真相会被巩固，而谎言会被识别并边缘化。当你开始这样做的时候，你周围的环境就会因为你的存在而开始一点一点的改变，而这就是追求真相的真正力量。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：第一，我们要记住，说谎是一种合作行为，它的力量来自于有人同意相信。第二，我们可以透过观察语言和非语言的线索重集来发现谎言的信号，比如非收缩性否认、疏远性语言，以及僵住的上半身和言行不一的矛盾。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，我们的目标不是抓谎，而是求真。
看到红灯时，应该要保持好奇心，提出更多问题，而不是直接下定论。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。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，记得马上点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正在冲订阅，需要你的支持。我是阿修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